大家好，这位处整个耕作区的中央地带实在是有诸多的考量所以迟迟一直没有动手啊。除了有多种用途可以选择之外呢，当初避免被碎念在菜量供给呢还未超过家庭需求前也就先行搁置了，留到最后呢才进行处理在此先分享一下个人觉得可多用途使用的方法了，因为这外围已经有环绕水池啦，如果往下略微挖深呢，就可以靠毛细现象呢自动进水了啦。而这小孩子呢，据说家里买的一堆农具当玩具啊，假日回来时呢就会带回来玩了。现在这浇水器呢，本来装了一堆水啊，把它当成水枪玩耍看到一副奇怪的景象啊，完全不是人被狗追着跑而是人一路追着狗射击啊，只好找事让他做帮刚挖起的边坡呢进行浇水啊，反向让边坡湿黏来避免边坡崩落了。而漫淹的方式呢，真的是漫淹因为这出水口的地势比较低啊。逐渐累积水位后呢，会慢慢的往地势高的位置跑了。这与一般田间进水的方式也不同啊。田间进水与排水的位置呢，通常会在田的不同边所以呢，作物的生长特性与种植位置呢，仍持续在调整中啊。以上也是个人自然农法却采用慢淹的折中做法在前后院走动时呢，就顺道慢慢的将瓦片移过来，连走路呢都不经意要排进流程里毕竟呢，专程搬动瓦片的行为呢，实在太单调无聊了。记得要处理这区时呢，实在是想了好久才动手剪接影片同时呢，又多了好多可以种植的方式的。施作的当天呢，假日还起了个大早避免一下就被烈日给淹没了啦。这里的空间比较大拍摄起来也会比较清楚啦，也就更容易看出瓦片上的卡榫方便性因为内部并无堆积的土壤可用所以呢，先直接下挖出一条沟槽铺设的时候呢，多使用一根木棍除了铺设起来可以比较笔直之外呢，也可当作呢简易的支撑使用。而这样的摆设方式呢，是真的不难当围出第一个区域后呢，至少就有几十次的反复练习机会手能生巧又有卡榫可以利用多做几次呢，就会很顺手了啦。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呢，只看过别人玩积木却没能让自己有好好赏玩的机会如果你刚好有瓦片可以使用呢，这样不但像是在玩积木也是给瓦片一次重生的机会啦。不然这些瓦片呢，如果不是用在屋顶上要派上用场的机会呢，还真的是不多啦。但对于若是有一大堆瓦片不知道如何安排一层一层堆叠整齐也是可以围出一个种植区只是呢这样会比较占空间而已后院的7里香篱笆呢，就是顺道用瓦片堆叠出的种植区但土壤呢不需要填到跟瓦片一样高当需要使用的时候呢，就可以抽几片出来使用倒是不一定得将瓦片立起来这样也方便收拾还更为美观本来一直没有动手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在等待这些保利龙箱内的作物收割完之后呢，顺道将内部的土呢清掉结果一没注意呢，就又被种下去了只好在瓦片围好之后呢，又改变了内部的用途让规划回到原点先当起堆肥草使用将中间的位置上的土呢，先挖往一旁
中间的位置呢就开始堆放起杂草了，刚好也可以先解决这个宽度过宽呢，种植之后不方便踩进去的困扰了。有句话是说不听老人言呢，吃亏在眼前但听了老人言之后呢，噩梦就来了因为采用的是不同的种植方式自然农法把本来需要覆网的十字花科呢，直接种在内部下场当然是下片影片再进行分享惨状。谢谢收看。